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由范仲浩先生所著的《小镇精神科名医教您强化心理的饮食习惯》这本书。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立刻停止会引发慢性疾病的3种最糟糕的习惯；第二，永远不要再吃会破坏心理健康的3种危险食物。首先，让我们从立刻停止会引发慢性疾病的3种最糟糕的习惯开始解读。范仲先生作为一位精神科医生，指出了当前全球心理健康问题激增的情况。在现代社会，长期休假的主要原因之一，已经不再是骨折或其他之类的身体原因，而是心理方面的疾病问题。您是否也感觉到最近身边有很多人心理状况不佳，或者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呢？作者在30年前刚成为医生时，精神科患者非常少见，而且都是重度患者。但现在，随处可见精神科诊所，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且严重症状的患者数量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抱怨疲惫、失眠、情绪低落等较轻微症状的患者数量大幅增加。这一现象跨越各个年龄段。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健康。作者经常发现，很多人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来分散这种压力。或许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明知工作压力或人际关系的紧张对身体不利，但却很难改变。除了心理健康问题外，在日本，糖尿病已成为超过1000万人患病的国民疾病，每2个孩子中就有1个患有过敏性皮肤炎或哮喘等过敏症状。认知症、慢性疲劳综合症、肾上腺疲劳综合症、抑郁症等疾病的患者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医疗技术虽然在不断进步，但仍有许多无法找到原因的慢性疾病在不断增加。这种在过去并不存在，在人类长期历史中只出现了大约50年左右的疾病被称为现代病。现代病包括糖尿病、生活习惯病、慢性疲劳、心理疾病和肥胖等。尽管医疗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越来越多的人却受到现代病的困扰。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审视的现状。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病的发生。因此，接下来我将简明扼要地解释本书介绍的导致现代病的原因。首先是第一个导致慢性疾病的最糟糕的习惯，很多人都无法摆脱的小型依赖症。现代人过着非常忙碌且充满压力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每天都在拼命地工作，也许你已经到了极限，已经竭尽全力，离崩溃只差一点点。你可能觉得工作很辛苦，人际关系很复杂，学习也很艰难，但因为觉得必须去做，所以不得不忍耐。日常生活中，我们逐渐积累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然后通过依赖某些事物来转移注意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饮酒。我们用酒来掩盖日常压力，但这只会让身体状况变得更糟。经常重复这样的行为，结果会导致心理健康恶化，体内的平衡被打破，最终导致心理健康问题。还有一些更廉价、更容易依赖的东西，比如垃圾食品和糖类丰富的食物。如今这些东西可以随时获得，而且价格低廉，因此很多人很容易沉溺其中。当工作压力加剧时，或者积累的压力达到顶点时，我们会通过进食来释放压力。这种行为与酒精依赖症完全相同。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在中午吃1碗猪排饭来填饱肚子，然后下班后去便利店购买糖果或冰淇淋，在家里大口吃下。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结果就是心理健康受损。我相信你能够轻松想象到这种情况。如果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下去，将会破坏健康，最终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只是听从了自己身体的声音，选择了自己需要的食物。这确实很有道理。人体是以满足当前所需为目标的，
因此，有人会主张，如果身体真的想吃某样东西，那么吃下去就没问题了。他们认为，抑制身体想吃东西的声音反而会带来压力。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确实，我们的身体有感知和享受所需物质的能力，但这一功能也容易受到误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毒品，它们直接影响大脑，破坏理性控制，使人放松或兴奋。长期使用毒品必然会对身心造成损害。尽管我们的身体确实有感知所需物质的功能，但这种能力也容易被误导。像随心所欲地吃你想吃的东西，或者吃身体想吃的东西是最健康的这样的主张，其实是错误的。便利店里收银台旁边的快餐与毒品一样，是一种依赖物质。你因为感觉想吃而认为身体需要这些东西，然而如果继续摄入这些东西，最终会损害您的健康。请思考一下，您是否依赖于喝酒或吃零食等简单方式来释放当前承受的压力？如果您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这种小型依赖症的话，请务必在健康和心理状况受到影响之前，摆脱这种小型依赖症。接下来，我将解释第二个导致慢性疾病的最糟糕的习惯——血糖飙升。血糖飙升是指血液中的葡萄糖迅速上升，然后迅速下降，是所有现代疾病和心理疾病恶化的最糟糕因素。软绵绵的白面包、白米饭，还有白糖的糕点和果汁等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血糖飙升，然后大量胰岛素分泌，使血糖迅速下降。很多抱怨焦虑、抑郁、慢性疲劳、失眠等症状的人都有血糖飙升。血糖飙升不仅会加重心理疾病，还会加剧肾上腺疲劳、湿疹等各种现代疾病。血糖飙升不仅对我们的短期健康有重大影响，长期来看也是致命的，会加速人体的老化。因此，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免迅速增加血糖的甜食和精致碳水化合物，关注血糖飙升，并尽可能选择更健康的饮食方式。接下来，我将解释第三个导致慢性疾病的最糟糕的习惯——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作者指出，现代人浪费了不必要的能量。我们的身体对内外各种压力做出反应，例如，当我们被大声呼喊并感到不愉快时，交感神经会迅速兴奋，从肾上腺皮质释放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导致心率增加、血压升高、血糖上升等生理变化。反复出现这种反应会导致肾上腺皮质释放皮质醇，血压和血糖升高，逐渐减弱。晚上即使很晚还不感到困倦，反而异常兴奋的人，并不是因为能量充沛，而更可能是神经系统过度活跃导致不必要能量消耗的状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总是会感到疲惫、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他们每天都在紧张地应对各种任务，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从而引发了应激反应，刺激肾上腺皮质分泌激素。当疲惫、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同时存在时，对肾上腺的影响会加剧。最近流行的肾上腺疲劳综合症正是描述这种情况的术语。那些常年承受压力、总是紧张、每天追赶任务的人，其身体会自然产生应激反应，刺激肾上腺皮质分泌激素。皮质醇是应激激素，早晨的分泌量高，而到了晚上，其分泌量会降低。因此，我们早晨能精力充沛地起床，晚上能睡个好觉。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肾上腺会疲劳，皮质醇的分泌就会减少，导致早上难以清醒。有的人休息日直到中午才能清醒，肩膀疼痛、头痛、易感冒、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等症状可能出现，最终可能导致身体无法动弹。更糟糕的是，容易患上肾上腺疲劳的人常常责备自己无法行动，这会进一步延迟康复。对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人来说，需要逐渐改变促使疲惫、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的心态，使其更轻松愉快。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永远不要再吃会破坏心理健康的3种危险食物。这些食物是： 1. 含有兴奋毒素的食物； 2. 含有麸质和酪蛋白的食物； 3. 农药、加工食品
和添加物。我们将逐一解释每种食物的危害。首先是第一种含有兴奋毒素的食物，有些食品中含有的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这些被称为兴奋毒素，通常也被称为化学调味料。如果您曾查看过食品包装上的成分表，可能会注意到其中经常列有调味料、氨基酸等成分。例如，加工食品通常添加谷氨酸等氨基酸作为调味料，这些成分可以刺激味觉细胞，大幅提升食品的味道，因此在加工食品中不可或缺。这些添加物从20世纪中叶开始急剧增加，现在要找到没有这些添加物的加工食品已经相当困难了。这些添加物不仅限于加工食品，在各种食品中也被广泛使用。我建议大家去超市或便利店等地方检查食品包装背面的成分表，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食品都含有调味料、氨基酸等成分。从销售方的角度考虑，使用氨基酸等添加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需添加这些成分就能大幅提升口感，促进销售。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添加了这些成分就能让食品变得更加美味，那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研究发现，过度摄入谷氨酸和天冬氨酸等成分会导致其在体内高浓度积累，结果是大脑神经细胞异常兴奋，并且极度消耗。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些成分可能导致细胞死亡。这一点已经被证实。通过对小白鼠进行的实验发现，谷氨酸钠可能导致视网膜内神经细胞全部受损，或者破坏下丘脑细胞。这些具有这种作用的成分被称为兴奋毒素。谷氨酸和天冬氨酸也是重要的神经传递物质之一，即使浓度微小的变化也能对大脑产生巨大影响。一旦误食，就会给大脑带来与摄入可卡因相似的刺激。作者指出，谷氨酸是大脑中最常见的神经传递物质之一。事实上，约70%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细胞都利用谷氨酸作为神经传递物质。脑内有许多区域，它们通过谷氨酸进行交流，形成了小范围的网络。即使是微小的谷氨酸浓度变化，也能对大脑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如果你每天摄入含有大量谷氨酸钠的加工食品，大脑中的谷氨酸浓度就会上升，这导致神经细胞过度兴奋，引发各种健康问题，同时也打乱了细胞内原本严格控制的钙离子浓度。而钙离子浓度的改变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高钙离子浓度会激活蛋白酶和脂解酶等多种分解酶，可能破坏蛋白质、基因和细胞膜，增加细胞死亡的风险。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兴奋毒素的不良影响，但是如果不意识到兴奋毒素，并且大量摄入的话，就可能在某个时刻超过极限，导致像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变性疾病突然出现的可能性也是十分存在的。因此，减少风险是明智之举。虽然我们无法完全避免摄入，但至少要注意不要过量摄入。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减肥系清凉饮料，这些饮料通常含有阿斯巴甜，尽管它们标注为低糖或无糖，但实际上却含有大量天冬氨酸的人工甜味剂，其中有些甜味剂含有兴奋毒素，因此需要谨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谷氨酸、天冬氨酸以及约40%成分为天冬氨酸的阿斯巴甜等。接下来要解释的麸质和酪蛋白也含有兴奋毒素，同样也需要留意。例如，麸质里大约40%成分为谷氨酸，酪蛋白里大约20%成分为谷氨酸。因此，我们应该调整饮食习惯，避免摄入过量。兴奋毒素和化学调味料还存在成瘾性的危险。您可能听说过中餐馆综合症，指的是由过量摄取谷氨酸钠而引起的过分神经兴奋作用。您可能有过在吃完中华料理后感到身体不适、头疼、全身发热、心悸和发汗等症状，这是因为中餐料理中经常使用大量的化学调味料，这也是为什么拉面店经常排队的原因之一。顾客可能会对拉面产生依赖，喜欢吃拉面的人应该能理解，有时候会突然想吃拉面，
这是因为已经陷入了对化学调味料的依赖状态，许多拉面汤中都添加了大量的化学调味料。我认为喝掉整碗拉面汤是不可取的，所以请务必注意。接下来是第二种含有麸质和酪蛋白的食物。作者在美国的 ADHD 网站上发现，食用小麦和酪蛋白会加重 ADHD 症状的说法，并且实际上停止摄入麸质和酪蛋白会改善 ADHD 倾向的人的症状。所以现在我们建议，对于持续出现过敏、发疹、瘙痒、脱发、胸痛、不适、腹泻等症状的患者，尽量不要摄入麸质。当摄入麸质时，会导致一种蛋白质过度分泌，它会与小肠上皮细胞结合，导致肠细胞之间的连接蛋白及紧密连接松动，使得食物成分和细菌流入血管，本来紧闭的门被打开，导致各种本不应该流入血管的物质泄漏，这就是所谓的肠漏综合症。对于受到麸质影响身体不适的人来说，最明显的是乳糜泻或小麦过敏者。根据作者的临床经验，停止摄入麸质后，一些皮肤瘙痒症状、口腔溃疡、过敏性鼻炎等症状会得到明显改善。另外，我建议大家在避免麸质的同时，也尽量避免酪蛋白的摄入。虽然酪蛋白不像麸质那样直接导致肠漏综合症，但同样是一种难以消化的蛋白质。如果摄入过量或频繁摄入，未消化的残留物会增加，引发肠道炎症，从而导致肠漏综合症。而麸质和酪蛋白的未消化残留物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对肠道的负面影响，它们进入血液循环后，会刺激大脑内的阿片受体，产生类似吗啡的作用，这会导致大脑兴奋，出现情绪波动剧烈、焦虑加剧、听觉过敏等症状。显然，这些症状会导致注意力下降、疲劳等问题，进一步影响心理状态。如果您最近发现情绪波动大，或者容易感到沮丧，去看心理医生，结果实际上可能是由于饮食中的麸质或酪蛋白引起的不适。作者指出，麸质和酪蛋白对不同人的影响因人而异，所以不能确定所有人都应该停止摄入。有些人摄入后感到不适，而有些人可能不受影响。不过，试着至少停止2到3周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您可以暂时停止摄入含有小麦粉的食物，如面包、面条、烧饼、章鱼烧等，然后观察身体情况是否改善。如果身体感觉好转，那么可以继续坚持避免摄入。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某种不适的人来说，我强烈建议尝试一下。事实上，有很多人通过无麸质或无酪蛋白饮食，明显改善了身体状况。另外，从血糖角度来看，精致小麦粉如白面包、面条、烧饼、糕点等会迅速提高血糖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对身体并不利。因此，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食用精致小麦粉。希望大家至少尝试一段时间，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会发生变化。接下来是第3种农药、加工食品和添加物。目前，我们现代社会充斥着充满农药的食品、充满添加物的食品和各种加工食品，这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也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吸烟碱类农药因导致蜜蜂大量死亡而闻名。关于排除农药和添加物的程度取决于个人的观念，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应该积极避免的东西。我希望每个人都尽量避免摄入农药和添加物。要完全100%排除是很困难的，不要过分追求完美，以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为目标，尽量减少对农药和添加物的摄入。另外，在加工食品中，常常会添加大量的添加物、糖分，或者使用对身体有害的不良油脂，甚至还含有兴奋毒素。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彻底的避免摄入这些。作者最近尤其关注的是人工甜味剂，如阿斯巴甜、安赛蜜和糖精钠等。这些人工甜味剂不仅在零食中广泛使用，还被添加到各种食品中，包括果汁、罐头食品、调味料等食品。
有许多研究表明，这些人工甜味剂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安赛蜜和糖精钠会影响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尽管标榜为0卡路里的食品可能也会导致肥胖。2022年3月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摄入人工甜味剂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们在食用人工甜味剂时应更加谨慎。尽管我一直在强调关注人工甜味剂，但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乳化剂。在罐装咖啡等产品中经常添加乳化剂。乳化剂是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功能上与表面活性剂相同。当乳化剂在肠黏膜上起作用时，会对肠黏膜造成损伤，对肠道细菌产生不良影响。此外，还需要关注防腐剂。通常情况下，这些物质是用来抑制细菌繁殖的，但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它们不可能对肠道细菌群产生积极影响。另外，当您看到食品包装后标注有植物油脂时，我希望您们开始怀疑其中是否含有反式脂肪酸。在选择零食或市售面包等食品时，请务必仔细查看成分表，通常都会标注植物油脂，但这样的标注会让人误以为是健康的，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植物油是健康的油脂来源。然而实际上，植物油脂中经常含有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危害的。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对于经常观看我们频道的人来说，我相信不需要再特别指出了，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除了人们熟知的马其林和起酥油等产品中含有反式脂肪酸外，还有很多其他食品也使用了它。反式脂肪酸不容易变质，价格低廉，口感松脆，对于糕点等食品来说是理想的添加物。市售的面包、糕点等许多食品中都含有反式脂肪酸。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最好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如果在成分表上明确标注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不购买。然而很不幸的是，许多食品只标注了植物油脂，而没有明确标注含有反式脂肪酸，这让消费者难以判断。植物油脂的原料往往是转基因作物，通常用于加工食品和糖果等产品的廉价油很可能不是优质的油，因此请务必注意。这次我介绍了几种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伤害的食物。为了保护您的心理健康，我建议首先避免这3种食物。另一方面，摄入对心理健康有益的食物也是很重要的。本书强调了蛋白质的重要性。蛋白质可以说是身体的营养之王，但很多人在蛋白质摄入方面仍然不足。每顿饭都应该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这样可以保持身体和心理健康。如果您意识到自己摄入的蛋白质不足，那就尝试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鱼类和豆类。另外，肠道健康与我们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摄入对肠道有益的食物也会改善心理状态。因此，我建议多摄入发酵食品和食物纤维。此外，采用地道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尽量购买食用当季的本地食材，最好选择整颗食材，以避免加工食品。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